各位网友，大家好。在上期视频是用 Cloudflare Zero Trust 实现了内网穿透，然后最近发现 Zero Trust 的核心是 WireGuard， 这样我们也可以使用 WireGuard 来链接 Zero Trust 实现内网穿透。首先我会使用安卓开发工具来安装一个安卓系统，因为这个视频比较长，我也会在下方放入我的时间章节，各位网友可以直接跳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直接观看。找到开发工具的地址，这个地址可能错了，直接在搜索里边直接搜索，这里就是开发工具的下载地址以及一些介绍，最低的配置。我使用的是 .exe 的。点击到下载页面，这个开发工具以前我也是没有使用过的。打上对勾，点击下载 Windows 版，下载完成。这个就是安卓的开发工具，双击就会安装。因为我的电脑配置比较低，双击之后大概等了1分钟才开始运行。这里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可以。我先关闭一些东西。这是我第2次安装，用到的空间是比较大的，我把它安装到D盘，但是在启动虚拟机的时候 ，C 盘的空间占用也是比较大的。在这里我快进一下，好的，现在点击下一步，勾选，点击启动。现在我的电脑上启动是非常慢的。好的，这样启动完成，选择最下边这一项。如果你没有的话，它会让你安装一下，它会自动安装，根据它的提示就可以了。因为我这安装过一次，所以它没有提示。点击创建一台安卓设备 Next 7，系统选择 X86 5.1，这里可以显示一些其他的配置。没有其他的要求，点击完成。现在它会创建一个安卓的虚拟手机，可以看到占用了2.5个 G。接下来下一步就是最好是配置一个代理网络，
后系统这次选择的是 5.1 X86 的。这里也有一些其他的设置。点击启动。好的，现在已经开出了一个画面。现在先去配置一下代理，最好来配置一下代理，这样用起来会比较方便，比较快，网络会比较快。在这里，代理这里可以设置，默认是在最上边这一项打上对勾。在这里可以手动选择不使用或者使用代理。现在选择使用代理的话，因为填写的服务器地址是没有的，所以它这里检测是失败的。先关闭一下。现在安卓还是没有启动的，因为我这电脑配置比较低。我已经打开了一个代理，这样应用就可以正常的代理已经完成了。因为这个视频比较长，我也会在下方放入我的时间章节，各位网友可以直接跳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直接观看。如果不开启代理，在后边配置的时候会比较慢，但是有时候会不成功。好的，这样系统安卓启动完成，然后就去给它安装一个客户端。安装这个要使用到安卓给的开发工具，就是这里边的工具。我这里有2个 ZeroTrust 的客户端版本，这个是一个早期的版本，这个是最新的版本。我先用最早的版本，使用 Shift 加右键，打开 PowerShell， 打开 PowerShell。这里调整一下窗口，直接使用安卓开发工具的安装命令。这些东西我都会放到我的云盘里，下载地址也会放到我的博客里边。好的，安装成功，这里已经显示。
好的，这样 Warp 的客户端就安装成功了。在这里是必须要开启代理的，如果没有开启代理，是有很大几率登录不上的。现在登录 Zero Trust， 点击最下面的登录，点击下一步，接受。这里要输一下组织的名称，这个组织的名称在上期视频已经介绍过，这里再简单的介绍一下。先到 CloudFlare， 名称就在这里，就是这个名称。点击返回，在这里输入点击确认。因为我的电脑配置比较低，它这个反应比较慢。接下来它会提示让你输入一个邮箱，这个也是在之前配置好的。在配置这个邮箱之前，需要先配置一个验证，就是这里。然后验证配置完成之后，点击返回，到 Warp 的客户端，点击管理这里，这里就是你设置邮箱的地址，在上期视频也是介绍过，就是这里这两个选项，其他的可以任意填。好的，这样得到邮箱，输入自己的邮箱，点击确认，接收一个验证码，点击确认。这里出现了一个错误，应该是网络的问题，重试了一遍还是不行。再来查看一下用户，可以看到这里用户太多了，这都是一个设备刚才点击的，这可能会造成它的认证的错误，把这个全部删除。还是回到安卓手机，点击接受。重新再来一次。好的，这样就成功了，因为之前已经发过验证码，所以它没有再次提示。可以看到用户这里已经有了。现在可以关闭代理，因为不需要了。Zero Trust 也是一个 VPN， 它的核心就是 WireGuard。现在打开代理，
它会先安装一个 VPN。现在正在启动。好的，现在已经启动完成。看一下笔记，现在已经登录，并且已经打开 Zero Trust， 只要使用安卓开发工具就可以了。现在使用这条命令来查看 WordGuard 的配置。这样，在命令工具里边有一个文件产生，就是这个文件。现在使用编辑器来打开一下，看一下，这里就是它的配置，大概是17到18行。这里有2个，只需要2个配置就行了。现在可以关闭这些，长按关机键，关闭开发工具。现在已经关闭了其他工具。这样就可以使用 WordGuard 去连接 Zero Trust， 复制这段配置，稍加改动，把公钥和私钥粘贴进去就可以了。先要找到的是这里，是本设备的电脑端的私钥，它会生成一个公钥，就是上边这里。回到 WordGuard 粘贴，可以看到和私钥是一样的。在这里输入一个名称，接下来就是这里的地址在后边也是有的，然后就是对端的公钥，就在这里。粘贴。这里的对端 IP 地址有几个端口，也是可以修改的。然后这是 IP 地址，这是 Cloudflare 的 IP 地址。这个名称这里只能使用英文，英文或数字啊。对端的 IP 地址也是
Cloudflare 可以做，也是可以使用优化的、优选的。这样可以正常连接。如果感觉网速不是很好的话，在这里也可以填入 Cloudflare 的隧道其他地址，或是端口。这些端口我也会放到我的博客里边，还有其他的一些命令参数。这里我稍做一下，这里我看一下 4K， 这里我看一下速度是不是这里稍微测试一下速度。720 30帧是可以播放的。接下来就测试一下内网穿透。我现在链接的是手机的无线，手机的热点。这里出现了一个错误，因为我没有打开我的隧道，我的旁路由隧道没有打开，这是在上期配置的旁路由隧道。好的，这样就打开了。再次测试现在的网络，现在的网络是手机热点。直接输入路由器的 IP 地址，点击链接，可以正常连接，可以正常访问路由器，点击登录。这个速度还是有一点慢的。这里提示了密码错误。好的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